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 今天是3月20号的复盘视频。我们今天呢来做一个美股市场里中概股的 ETF 的一个梳理和技术分析。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呢和你的风格匹配，对你的投资有帮助，欢迎点个订阅，打开小铃铛，以便后续第一时间观看到我的内容。那今天也是应一位粉丝的留言呢，专门梳理一期分散配置的其中的一个选择，就是中概股的 ETF。在美股市场中，投资中概股的 ETF 呢种类是比较多的，主要覆盖的呢是互联网啊、科技啊，还有消费一些行业，那以及宽基指数。那 Lucy 今天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主流的投资品种，还有它们的特点。那结合市场动态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还是来一起看看股票的走势图吧。我们今天分享的 ETF 品种呢，一共有5类。那么第一个呢是中国海外互联网 ETF， 第二个呢是中国大盘股 ETF， 第三个呢是 MSCI 中国 ETF， 第四个是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 ETF， 也是近期我们提到的比较多的一个标的。那么第5个呢是杠杆及行业的一个主题 ETF。那么当然呢，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属于这种波动比较剧烈的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什么是这个中国海外互联网 ETF？ 那么它的代码呢是 KWEB。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它的一个 ETF 呢，它跟踪的指数呢是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指数。也就是说，我们当下啊，在这个看美股行情当中呢，是能看到这一只的。那么它的一个特点呢，也就是说这一只互联网指数它包含了哪些公司啊？主要是专注于中国互联网龙头企业，也就是比较有标志性的代表的企业。它的前10大持仓包括腾讯、阿里巴巴、京东、百度还有快手等等。那我们知道啊，近期这个腾讯呢，昨天是发布了一则这个消息啊，就是说它的一个业绩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幅度的一个提升。那包括阿里巴巴啊，它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收益比较惊人，而且呢，近期也出现了一个回购的一个动作。那么还有京东也是公布了一个财报啊，也是这个收益颇丰。还有百度和快手这种一个龙头的企业。那么它现在这支基金的一个规模呢，是总资产的话大概是38亿美元的一个这个管理规模。近期因为互联网企业的一个股价拉升，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公司呢都在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关税政策缓和的一些利好的表现。那么在这里边呢，它的一个表现的话，是因为现在的一个这个关税政策啊，它有缓和，所以它在这个拉升的途中。那么也就是说，这支基金呢，它跟关税的一个政策呀是比较相关的。也就是说，这些公司呢，可能今后就是影响它的一个因素比较大的，除开公司本身的一个经营的话，那么我们更要关注的就是一个关税政策。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张图表呢就是 KWEB 的一个周线走势图啊。Lucy 呢今天是展示的都是周线，因为我们周线呢是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啊，目前这一支这个标的已经突破了我们的一个这个长线压制的啊，这4条线是一个长线组，也就是说它突破了一个重要的一个点位。此轮过程中它是已经出现了连续的几周的一个上涨，那么也就是说连续能有3个月3个月左右的一个拉升。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它现在仅是一个第一个阶段，那么后续的话，它一旦站稳这个绿色的这一条线组的话，那么它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技术走势是什么呢？就是本周的话出现了一个冲高现在这一周的周线还没有走完，这一组线它走平之后呢，它的一个回踩之后，如果再能出现一个拉升的话，那么就是 Lucy 说的，它已经打开了这个上行空间的意思啊。所以说，如果呢觉得这个想参与这个互联网企业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标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去看一下第2个是中国大盘 ETF， 那么它的代码呢是 FXI。那么这里边呢，它跟踪的指数呢就是比较有名的了，富时中国 A50 指数。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是 A50 的话，说明什么？说明它这里边的一个企业呢，就是比较大型的一些包括银行与指数相关的一些这个权重股。它的特点呢是覆盖了香港上市的大型中资企业。那
腾讯呢、阿里巴巴这些大市值的一些这个互联网头部公司呢，肯定是在里面的。还有一些这个银行股，比如说这个建设银行，还有中国平安这种银行股，那么它也是一种航母级的这种公司也存在在里面。它比较偏向呢是这两个行业啊，就是金融和传统行业。你说这个腾讯和阿里巴巴也身在其中，所以说对它的一个指数的一个动作呢，还是影响是比较大的。包括这两个公司啊，还是一个业绩比较好的。然后它的一个规模呢，48亿美元这个规模，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呢大的一个环境的话，那除开公司它本身的一个盈利呢，还是比较关键的啊，就是这个中美关系缓和的这个预期上涨了。也就是说呢，到目前为止啊，一个是公司企业本身出现了一些这个业绩的一个爆发，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咱们这个科技巨头啊，纳指的这些科技巨头，它现在出现了一个回调，资金将洼地去选择的话，它必然会选择一部分这个中国企业现在的一个股票的一个估值现在还处于一个洼地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这个走势图，那么代码是 FXI 啊，然后呢，它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周线的一个走势图。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呢，目前为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一只的 ETF 呢就相对来说强一些，因为它已经穿过了这个绿线组，而且实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短线组的一个这个向上的一个上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有小伙伴说，你现在才说现在这个位置是不是高了呀？对，那我们后续大家可以如何去判断呢？比如说现在纳指先出现了一个反弹，那我们就去看它一个反弹的高度。如果说你在此过程中呢反弹了之后你可以降一降仓位，那么你降出来的这些钱去哪里呢？它会与这个中国的这些企业呢会出现一个剪刀差。如果说它出现回调的话，那么在一个平台区域，那至少它站稳了这个绿线组的话，它还是会出现一个拉升的，毕竟它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金叉的一个走势。这个是 Lucy 用到了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专用的这个线组来去分析它。那么当前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是周线处于一个强势拉升的一个过程。这个目前为止还不算是一个高点，可能才刚开始起来这个呢就是其中的一个选项。那么富时中国 A50的一个跟踪。那么我们再看第三种第三种呢是 MSCI 的这一支 ETF， 那么代码的话是 MCHI。它跟踪的指数呢就是 MSCI 中国指数，也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成分股它们这个每个季度或者半年它会调整一次。那有一些中国好的一些企业，它就会去更新迭代。如果说经营不善，或者说发现了有其他的一些规模缩水这种问题呢，他们就会剔除。所以说这里边包含了呢，它的一个成分股是比较多的，它有600只。然后呢，涵盖的是什么呢？就是 A 股港股还有这个中概股它基本上全部都会这个配置一些。那么行业分布的话更均衡。如果说你要是选择这一支 ETF 的话，它里面包含的是科技消费还有金融，这等于说是现在当下拉动这个经济的3驾马车。你看它的一个管理规模呢，就比前面2只都大，它是57亿美元。而且它现在的一个表现呢，还是那句话A 股涨，港股涨，那么中概股也在涨的话，那它一定是出现了一个上涨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动作。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图表。这个图表呢，这个代码就是 MSHI 大家可以记一下，放在自己的一个这个股票池里也好，放在这个 ETF 的一个里边也好，你可以把这个代码记一下。然后呢，它也是一个周线走势图，所以我们会发现近期你看它所有的基本上图形比较一致，这一只是第3只，跟第1只是比较像的，对吧？所以说它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个突破，而且是什么？我现在列的是一个周线周线的一个突破，所以它现在呢刚刚突破了一个长线组之后，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回踩之后的一个上行。所以说这个过程中呢，现在不是说现在说让大家去你现在去追高，你可以去观察它，一旦出现了一个这个剪刀差的一个机会跟谁剪刀差跟这个纳指，对吧？跟纳指的一个剪刀差的话，你有一个去向有一个去向，就是剪刀差这个位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近期提到的比较多的就是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中国金融指数呢，此前 Lucy 有这个截取的是 HXC 这个代码，它是一个指数，但是不能交易。那么 ETF 呢，就是代码 BGJ， 这支呢就是完全与这个中国金融指数呢拟合，所以它跟踪的就是这个指数。所以呢，此前 Lucy 说我们中概股
XC，对吧？那就是指的是这一只。如果说你想跟踪的话呢，那可以用这一只 ETF 来这个完全匹配。咱们粉丝问到说推荐哪一只的话如果是这个我来看的话，我觉得第4只可能更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跟踪的这个指数。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聚焦美股上市的公司了这里边呢就是说中国新经济企业，比如说百度、网易阿里巴巴、蔚来等等。那像蔚来的话，就是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代表嘛，所以说它的一个科技属性是比较强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它的一个表现呢，就是受益于市场情绪的一个回暖。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那么这张图表呢，就是 PGJ 中国金融指数 ETF 周线还是一个周线。那么周线呢看得更明确，那我们可以看到前面3只的话，它已经出现了一个这个突破上行，但是目前为止这一只前期受制于这个绿线组，目前为止它还处于一个上行通道，而且呢它现在来到这条第4条线的一个上边界，所以在此呢 Lucy 建议，如果说想参与这只的话，你可以等它一个回调之后呢再去参与。如果说它强势突破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应变有它的一个这个拉升，但是当然呢，我们最好还是什么呢？就是等到这个纳指的一个反弹的结束之后，再去看一下这个指数它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是中国金融指数。那么最后一个呢，是一个涉及到杠杆 ETF 了这里边呢，它是一个3倍做多富时中国 ETF 的，也就是说它跟踪的是什么呢？它的一个代码YINN 这个其实是一个杠杆基金，跟踪的指数呢就是第2个富时中国 A50 指数。刚刚我们讲过富时 A50 的它的一个成分股是这个大盘股，包括银行这些比较重要的指数。我们说 A 股的一个指数的话，它上涨呢是由这些权重股拉升的，所以你要看到它比较明显的话呢，就是这个 A50 的一个上涨的话，它可能需要很多资金的一个推动。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跟踪这个指数呢，它有一个3倍的一个杠杆。那么这个里面呢，就适合什么呢？适合短期高风险的一个投机。比如说你说你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承受能力呢，可能适应不了这种高风险的一个变动，那它的一个振幅会比较大盘中的一个振幅包括隔夜的一个跳空上涨或者是跳空下跌，那这种的话就会出现，但是振幅超过6%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如果说承受不了的朋友千万不要选这种，你可以去选第4个但是第5个呢，还是要与自己相匹配。那么我们来看一下YINN 的表现，你会看到它的一个 K 线走势图呢，就会比较多的一个缺口。我们来看一下，它都是一跳一跳的所以说如果不能掌握大趋势的话，那你如果说做短线，说我今天买完然后明天卖的话这种情况可能就会比较这个折磨人。所以呢，这一张图表呢是这个日线走势图。为什么没有截取它的一个周线呢？周线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现在它还处于一个这个绿线的一个下方，而且不明显，所以这个交易YINN 的这个投资者可能不会太多。所以呢，我们去看一下就是它的一个特点呢，会出现很多跳空缺口，这种上下影线比较长。那这种情况呢，就是 Lucy 刚刚提到的，它的一个振幅太大了。所以这呢可能也会考验投资者们的一个心脏的一个这个承受能力。所以说什么就是风险偏好没有这么大的朋友，那你还是要谨慎的一个选择这个标的。它现在就是出现了一个这个回调因为它这一轮上涨还是这个比较疯狂的，因为它是3倍杠杆嘛，所以这种一拉升的话出现一个跳空，这个出现的比较多。如果说你对技术对自己的技术把控呢还是比较这个能力比较强的话，你最好是买这种回踩到这个一个相对来说支撑的一个位置的话，那我们再去参与的话，会相对来说你感觉会好一些。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去参与的话，那它涨到这儿，对吧？涨到这儿你都是赚钱的。但是目前为止它在这个地方呢就不太适合了。你除非它回调到这个缺口这个位置之后再去上车的话，会相对来说感受会好一些。那么这个就是YINN 的一个介绍。3月以来呢，中概股的一个持续上涨呢较为明显，那与纳指包括7巨头的一个走势呢出现了一个剪刀差的一个效应。那 KWEB 呢单日涨幅呢能达到 2.7%， 那驱动因素呢就是人工智能方面呢，比如说 DeepSeek 等等一些公司AI 的公司的一个崛起，那推动科技股估值的一个提升。由于中美关税政策的预期缓和呢，市场情绪转向乐观。那除开呢 YINN 这种杠杆
ETF 波动呢相当剧烈，那选择的时候呢，还是要与自己的目标和风格相匹配才行。那么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儿，明天见喽，拜拜。